跪了半个时辰就会小产，一定是你们给他吃错了什么东西，还要赖在本宫头上。婉嫔娘娘之前是有不适之症，此乃盛夏母体孱弱之缘故，也属正常现象。唯有不妥的是，婉嫔娘娘近日心神不宁，所以胎象不稳。这本来没有大的妨碍，只要好好休息便是了。臣妾听闻，那年侧福晋跪了2个时辰才小月的，所以以为跪上半个时辰不大紧。侧福晋当日是对纯元皇后大不敬，纯元皇后才罚她下跪认错。何况纯元皇后当时丝毫不知侧福晋已经身怀有孕，当属无心之事。纯元仁慈，为此事自责不已，才伤及自身以致难产血崩。而你明知道婉嫔怀有龙胎，还强行责罚，事后还不知悔改，贱妇，如何敢和纯元相提并论？是臣妾无知。朕看你不是无知，倒是十分狠毒。婉嫔若真的有错，你为何不一早责罚她？为何非要到日到中午，日头最毒的时候？朕看你的心思真是毒如蛇蝎，朕的身边怎能容得下你这样的人？皇上，臣妾是不喜欢婉嫔。在她进宫以来，皇上对臣妾就不如从前那般宠爱。婉嫔恃宠而骄，凌辱臣妾，臣妾怎么能忍耐？你太糊涂了，枉费皇上对你的信任，让你协理6宫的事宜。臣妾誓不瞒婉嫔，处事嚣张。可是臣妾从来都没有存心要害她的孩子。臣妾也是失去过孩子的人，怎么可能如此心狠呢？皇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自己也是有过丧子之痛的人，怎么能忍心再加注在婉嫔身上？就算你无心伤害婉嫔腹中之子，这个孩子也是因为你而没了，你难辞其咎。你这样心如蛇蝎的人，真是断断不能一再容忍。请皇后小于6宫。废年是贵妃之位，将为妃位，褫夺封号，去协理6宫之权。日后妃诏不得入见。臣妾遵旨。那太后那边也要告知一声吗？富察贵人的孩子没了，太后本就伤心，如今又病着，未免雪上加霜，就别再提了吧。太后那边，臣妾定会安排好一切，请皇上放心。皇上，臣妾无心之失，皇上真的要如此绝情吗？婉嫔何故？6宫的嫔妃何故？要陪着婉嫔一同报寨在烈日之下？从
今日起，你每日正午去自己宫门口砖地上跪2个时辰。出去！感恩皇上，臣妾的孩子就这么白白的没了吗？怎么不杀了那个奸夫一次泄恨？现在正是用人之际，眼下不能不顾及。可他杀了皇上你的亲生孩子啊！真对不住你。其实你今日何必等颜妃的话，言听计从，让你跪你就跪，让你罚你就罚。静妃也在场，你何不求助于她？皇上不是不知道您氏的性子，静妃如何劝得住？尤其是臣妾一己之力可以对抗的，何况今日的情形，若再逆他心意，他更会借口逼迫臣妾。那么皇上，您又为何要给他这么大的权力，让他协理六宫？心思很多，皇上你不是不知道。当日梅姐姐便是最好的例子。你是在怪朕吗？臣妾记得，
嬛嬛，朕发誓，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。那么就请皇上给臣妾一个准信。总会有那么一天。世子之痛，或许会随着时间淡去，可年非日在眼前，臣妾怎能安然度日？而皇上未必会不念昔日情谊。嬛嬛，为了朕，再忍耐一些时候，别为难朕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等很久了。跟着御驾赶回，本想去碎轩伺候，谁知被太后叫到了宫中。急了一宿了，问吧。婉嫔孝住他，孩子没有保住。是微臣无能，光顾着在太医院追逐名利，没有好好保护好小主。堂堂一个大男人，伤心有什么用？别人若存了心要害他，你一个太医又有什么用？还是微臣无能。此时此刻，你也不便去碎轩，一则惹皇儿伤心，二则皇儿的胎终究不是你担待的，你去了也不方便。你若真有心帮他，不如去仔细查看一下他这些日子所用安胎药的方子和药渣，看看是否有什么差错。其实我总有些不安心，年妃纵然骄横，却也不敢这样明目张胆的和龙胎过不去。小主嘱托，微臣记得了。这件事先不要告诉甄家，我怕两位老人家受不了。小主思虑周全，微臣知道。皇上，都是些请安折子。是啊。搁这儿吧。怎么了？皇上，这是年大将军送来的请安折子。昨儿才一道请安折子，今儿又是一道。他这个安，请的也太勤了吧？师傅，您才进去一趟，这衣服就湿透了，赶紧换一身吧。婉嫔没了孩子，皇上2天2夜没睡好了，难免上火。没事少在皇上面前晃悠，知道吗？哎呀，这差事当的我哟。这眼看又是正午了，年妃娘娘又跪着了吧？
坐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臣弟那日偶闻翊坤公出事，不得已闯宫惊扰了嫔妃，还请皇兄降罪。你已说了不得已，朕又怎么会怪你？皇兄真爱婉嫔，尽人皆知。前不久，又刚失去富察贵人之子，臣弟是不忍皇兄再失去婉嫔之子，再度伤怀啊。你已经人世，天命不许，朕与你都没有办法。皇兄还是稍微歇歇吧，后宫的事儿已经够让你心烦了，再看折子伤了身子便不好。这个是年羹尧的请安折子，你先瞅瞅。年大将军不仅关心国事，更关心皇兄的家事啊。他若是朕的亲戚，懂得分寸，关心朕的家事也无可厚非。他若是臣子，那指手画脚就是藐视君上。皇兄和年大将军，自然是先论君臣，再论姻亲。只可惜他不懂得这个道理。年妃犯错，年羹尧封封奏折都问及年妃安好，岂非存心？若是在皇兄面前不懂，便是失礼于君，无礼于君上；若是在天下人面前不懂，便是失礼于天下人，罔顾皇兄对他的恩宠。你很少论及朝政。臣弟是皇兄的亲弟弟，只是在谈论家事。启禀皇上，翊坤宫来人回话说，年妃娘娘疲累过度，中暑晕过去了。太医去了吗？正在看呢。那你就告诉年妃，在身体康复之前，先免了她每日的贵罚。这皇兄毕竟是念旧之人，纵然年妃犯下大错，皇兄还是念及旧日的恩情。世兰侍奉朕多年，也算尽心。朕过于严惩，只怕会伤了他的心。年妃和年大将军兄妹情深，伤了年妃也是伤了年大将军的心嘛。年羹尧的请安折子上不都明说了吗？年妃贬斥，臣心内不安，如置数九冰雪之中，连日来五内茫然，不知所以。他这样寒心不知所以，竟是不顾自己说什么话，做什么事了。年妃伤及皇兄的龙翼，本是罪无可恕。牵一发而动全身呐！不重罚年妃，后宫风气不振，婉嫔心内不安。若重责年妃，朕与她多年的恩情实难不顾。就算朕能舍得下这份私情，难道能不顾朝中局面？若换你是朕，你会怎么做？圣人云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臣弟心软，又担不起大事。这美人落泪，便是一个也舍不得。若是再掺上这些大事，那真是一锅浆糊了。你便一味多揽吧。如今便是你要多揽，朕也容不下你了。有些事，你得助朕一臂之力。臣弟虽然糊涂，但是谨记一条：皇兄说什么便是什么，唯君命是从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醒了。皇上来了吗？娘娘中暑受热，太医嘱咐，即便是醒了也不宜再辛苦。娘娘还是躺下吧。告诉皇上，本宫中暑，晕倒了吗？奴婢已经打发好几拨人去禀告皇上了，可是
娘娘。今日这祸事呢，此番的事真的不是小主的过错。愿这肚兜，我是欢欢喜喜绣给我孩儿穿的，可如今肚兜还在，可我的孩子却再不能来到这世间了。皇上晚安。起来吧。婉嫔呢？小主昨夜没睡好，现下正在里头睡着呢。不用通报了，朕去瞧瞧他。您这样哭下去，对自己实在是无益。这样哭下去，就算将来身子好了，也会落下尖风流泪的毛病的。奴婢听宫里的老人说，太后当年就是这样才落下病根的。太后福泽深厚，又可是我能比的？小主这样哭泣，万一皇上来了看见，又要勾起彼此的伤心事。长此以往，如果皇上不愿意再来碎玉轩了，那岂不对小主不好？我失去这孩子才不到10日，难道我这个做母亲的就能涂脂抹粉、穿红戴绿的去强颜欢笑吗？奴婢不是这个意思，奴婢的意思是说，小主还年轻，这样皇上还疼爱小主，不怕将来没有孩子啊。小主万万不能这样苦了自己。并不是我要自苦，只是我一见到皇上，就难免想到此事，我实在是笑不出来。刚才晚膳时，你食不知味。你看你最近心力交瘁，哀家实在担心。孩儿无妨。哀家让太医开了些安神降火的药，待会儿让苏培盛服侍你吃了，早点睡吧。太医开的又是那些苦药，嫌儿子心里还不够苦吗？儿子心情不好，皇额娘别见怪。哀家知道你心里苦，富察贵人和婉嫔的孩子一个接一个的都没了，这些日子你都不肯进后宫。皇额娘，
儿子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：年妃气盛好强不假，不喜欢婉嫔也是真，但是婉嫔在翊坤宫跪了半个时辰，孩子便没了，的确令人意外。皇帝所言，哀家也派人细细查问过。年妃掌权后极重威势，每日宣各嫔妃至翊坤宫闲话，不至3、4个时辰绝不散去。婉嫔与年妃素有心结，难免郁闷伤身。何至于此？年妃功力常年累月点着。皇额娘别说了，都是儿子的错。国事为重，皇帝从来没有错。不过哀家也觉得，这个东西每日所用的分量不重，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见效，所以平日嫔妃们至翊坤宫，哀家和皇帝从不在意。至于婉嫔，也就是那几日才多待了会儿。你再仔细想想，除了这条，还有没有别的？婉嫔初得宠时，于氏曾经在她的药中下毒，过了好些日子才察觉。那就是了。婉嫔本就中过毒，或许体弱，难以保胎，所以你就更加无需自责了。皇上，张尼、张太医一直在这候着皇上，让他过来吧。是。罪臣张尼叩见皇上。这么晚过来，可是婉嫔有事吗？婉嫔无恙，微臣此来是特向皇上请罪的。微臣已年过60，实在是老朽，不能秉承皇上圣意，保全婉嫔龙胎，实在是失职。你侍奉婉嫔尽心尽力，这次的事也不能算是你的错。婉嫔龙胎不保，微臣是伤心惶恐，日夜寝食不安，实在不能在宫中担此差事。你的医术不差，入宫侍奉多年，也算是老臣了。正因为如此，微臣才万分的愧疚啊！作为医者，不能保全其性命，乃微臣毕生之憾呐！老朽实在无能啊！如今太医院医术高明者层出不穷，所以说老臣打算离京告老还乡。你若执意如此，朕也不能勉强你，你便回乡安度晚年吧。莫不是本宫的身子还有什么不妥的地方？娘娘，您用过麝香？麝香？张太医说过，本宫院中禁用此物，本宫怎么会用呢？可是娘娘的贵体的确有用过麝香的症状，只是分量很少，不容易察觉而已。本宫并没有。这些日子，本宫只在一处闻到过香料的气味。柳珠，明日你去内务府，想办法弄些年妃宫里的欢宜香来。是。娘娘这番病固然是因为小产伤身，但更多是因为伤心太过，五内郁结，肝火虚旺所致。请恕微臣直言，这是心病。良医能治百病，但华佗在世也难治心病。本宫无心药可解，就由着他病着吧。娘娘的病需要慢慢调理，吃太多的药也没有好处，不如饮些莲心茶吧。莲心味苦性寒，能治心热，有清心安抚烦躁、
和去火气的效用，娘娘您用来最为适宜了。莲心是很苦的东西，希望莲心的苦可以抚平娘娘心中的苦。